就在1月11日，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计划在1月中下旬经由波兰港向乌克兰发运159集装箱弹药，其中包括大量155毫米炮弹。而对于这条报道，巴基斯坦并未出面反驳。对此，有些观点认为，巴基斯坦此举似乎证明巴方开始站队美西方，逐渐加大军援力度。未来的巴基斯坦有很大概率会成为北约的跳板，也就是由巴基斯坦负责运送武器。那么巴基斯坦为何会帮助乌克兰呢？此次援助他又从乌克兰方面得到了什么？大兵这就一一道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弹药的消耗数量一直都非常巨大。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俄军在前线消耗的弹药已经超过数万吨，仅仅是在巴赫穆特战场，每天就要消耗上万枚。与此同时，乌军也在不断发射炮弹打击俄军阵地。双方每天数千枚炮弹的消耗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的一个常态。现今双方更像是展开一场炮兵大决战，获胜的关键取决于两方炮弹的数量。在此之前，美国就曾说到，乌克兰在战场上每天消耗的炮弹相当于美军阿富汗战争1个月的用量。而美国虽然也是武器生产大国，但在维持自身战斗力的基础上，也有些招架不住乌军每日如此巨大的消耗。因此，美国开始为乌克兰寻找其他帮手。除了将目标放在北约盟国以外，美国还找到了其他国家，例如韩国、捷克以及巴基斯坦等等。此前，在2022年11月3日，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韩国防部长李仲燮就韩国对美国出口10万发155毫米炮弹达成原则性协议，美国将采购韩国10万发155毫米炮弹。而近期巴制炮弹现身俄乌战场，也向外界证明巴基斯坦已经加入援乌阵队。其实巴基斯坦成为乌克兰主要炮弹供应国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根据此前的资料显示，早在2022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就决定援助乌克兰7.5万枚炮弹，里面包括122毫米和155毫米口径炮弹。不过这次援助给乌克兰的炮弹不是无偿的，可能是由英国等国出钱。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这次从卡拉奇港向波兰但格斯克港发送的159个集装箱，里面装有155毫米炮弹、M4A2 射弹装药、M82 弹药和 PDM 雷管等军火。这些集装箱的最终目的地就是乌克兰。虽然现今还不清楚这些集装箱里有多少炮弹，但巴基斯坦作为主要的122毫米和155毫米炮弹生产国，集装箱里面的炮弹应该是占了绝大部分，能极大缓解乌军苏式炮弹的不足。那么巴基斯坦此次为何突然援助大量弹药呢？虽然大多消息显示，这次巴基斯坦援助159集装箱的炮弹，大概率是由英国等国买单，但也有消息传出，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巴基斯坦升级立下的 T80UD 坦克和俄制米17直升机。根据此前的相关统计，截止至2021年，巴基斯坦陆续从乌克兰采购了近1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且自1991年以来，乌克兰还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向巴基斯坦出售了320辆 T80UD 坦克，也就是换装了柴油发动机的 T80。改型坦克配置了一台功率为1000匹的 6TD1 型6缸活塞增压柴油发动机。虽然燃气轮机功率比不过 T80U 的 GTD1250， 但该发动机却更节省燃料。同样燃料情况下， T80UD 的最远行程要优于 T80U。另外 T80UD 装备的发动机辅助系统可以确保燃料温度即便达到55度，发动机仍能正常运作，适应多种地形和气候条件的能力尤为突出，特别是适应高温气候。同时该坦克还能在没有其他设备辅助下球度通过 1.8 米深水域，有辅助设备时最大球度深度可达5米。火力方面， T80UD 配置了一门 KBA3 型125毫米坦克炮，这种坦克炮能发射反坦克导弹，该导弹既能打击5公里远的坦克，也能打击武装直升机。不论是采用哪种攻击模式，都有着很高的首发命中率。另外 T80UD 除了装置新的全焊接炮塔外，它的车身还使用了隐形技术，车体和炮塔前部安装了乌克兰最新的 NOZH 爆炸反应装甲，同时能防御化学能弹和动能弹。炮塔顶部加装了附加装甲模块，并配置了乌克兰自研的卫兵主动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激光告警器、红外干扰器和烟幕弹发射器。
如此多系列的主动、被动防护全面提升了它的防护性能。当年巴基斯坦除了采购 T-80UD 坦克外，之后几乎每年都会从乌克兰购买配套坦克零件，以此修复并保养这些坦克。例如在2021年，巴基斯坦与乌克兰就签署了一份价值856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修复采购的 T-80UD 坦克。另外，在2022年早些时候，巴基斯坦还与乌克兰商讨供应 UD 型使用的 6TD1 和 D2 发动机新订单。其实，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的关系一直很不错。由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很多非常优秀的军工企业，使得乌克兰装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青睐。毕竟在军工技术和生产水平方面，巴基斯坦是远不如乌克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乌克兰进口武器。也正是这些从乌克兰采购的武器装备，让巴基斯坦军工企业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模仿。这次巴基斯坦援助的弹药才能与乌军武器装备体系实现兼容。至于米17直升机方面，此前在2004和2017年，巴基斯坦分批次从俄罗斯采购了数十架。但是由于在2022年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俄罗斯宣布不再为巴基斯坦立下的米17提供维护和升级服务。再加上目前能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又由于忌惮俄罗斯而无法帮助巴基斯坦，因此乌克兰变成了唯一能进行这些业务的国家，特别是能为米17提供发动机维护服务。毕竟米17所使用的 TV3117发动机本来就是乌克兰制造的。另外，巴基斯坦援助乌克兰弹药的原因不止这些。其实从近期俄罗斯挪用印度 T-90S 主战坦克，然后在战场上被摧毁，大家就能明白，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的道理。几十年以来，印度背后的靠山一直都是俄罗斯，印军的主力装备基本都是采购的俄制武器，比如陆军的 T-72、T-90 坦克等等，海军的航母和护卫舰也是有着俄罗斯的技术支持。至于印空军，其主力装备也全部来自俄罗斯。比如说，俄罗斯曾紧急向印度提供了2手苏30米格29战机以及 S-400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而且长期以来，俄罗斯采取的都是亲印远巴的政策。根据相关统计，自2000至2010年，印度先后从俄罗斯进口的防务装备总价值高达200亿美元，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更是超过200个，导致印度国力和军力已经是巴基斯坦的数倍。所以，俄军武器弹药在俄乌战场消耗的越多，其实对巴基斯坦就越安全。毕竟，印军立下不仅有着大量的野战师，空军对巴基斯坦也存在兵力和预备力量优势。未来一旦印巴开战，俄罗斯大概率会成为印度武器弹药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武器和军事技术的来源很重要的一方来自北约，其海陆空三军非常依赖美国、法国以及土耳其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因此，在美英和土耳其军援乌克兰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援助乌克兰弹药就很正常了。那至于巴基斯坦会不会怕俄罗斯，这点倒是不用担心。毕竟在此前苏联进攻阿富汗战争时期，巴基斯坦就公开宣布抵抗苏联，因为苏军一旦吃下阿富汗，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巴基斯坦。因此，巴基斯坦开始充当各国军援阿富汗游击队的中转站。阿富汗游击队后方基地和培训中心，甚至有大批巴军加入阿富汗游击队与苏军交战。另外，在边境战争当中，巴基斯坦空军在10多次的空战当中，对苏联空军一直保持着100%的胜率。因此，在美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多方势力的努力下，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足足10年，最终不得不狼狈离开。所以，只要可以削弱印度的力量，巴基斯坦并不惧怕俄罗斯。因为真正想吃掉巴基斯坦的一直都是印度。还有就是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由于俄罗斯将能源当成了遏制北约的头号武器，在能源出口上的一些限制已经让不少北约国家叫苦不迭。虽然俄罗斯也向部分国家的能源出口会打折，但在2022年底曾有消息透露，巴基斯坦曾前往俄罗斯与其高层进行商谈，希望俄罗斯的能源能降价30%到40%，并以这样的折扣购入更多的原油。后来，俄方以所有数量已经预定为由，拒绝了巴基斯坦的请求。
在被拒绝后不久，外媒就有消息爆出，巴基斯坦开始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装备，并且全都是乌军所配套的弹药。总结来说，这次巴基斯坦向乌克兰援助大量弹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应该也有为了赚取一些经济的因素。毕竟，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市场上炮弹的价格迅速飞涨。虽然巴制弹药由于性能和可靠性稍差，其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但依然能够通过销售弹药获得一些利润。